阴暗的阁楼突然亮了起来，两个士兵走进来，带走了势力。势力见到了郑赫的父亲，但他误以为是徐丹的父亲李富志。他质问势力接近郑赫的真实目的。势力解释说，这全是个意外，他对郑赫的感情只是单相思。他请求李父帮助他返回韩国，李父没有理他，直接命令士兵把他带走。突然李母出现在阁楼，看到势力保护郑赫的样子，李母感到心疼，然后带势力去了另一间房子。势力对书架上的书感到熟悉，感觉和郑赫的品味很像。势力终于意识到自己面前的是郑赫的母亲。在这陌生的地方，房间里难以入睡，于是他起来翻看郑赫的相册，看着郑赫小时候的照片，觉得他小时候就很帅，连写的字都觉得很可爱，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。郑赫被大佐释放后，匆匆忙忙回到家，大声责问自己的父亲。母亲不忍心看郑赫伤心，把势力拉到身边。势力看到郑赫脸上的伤，非常心疼，两人上演了一场虐狗大戏，连李府都看不下去。势力弹奏起一曲，问郑赫这首歌叫什么名字。他曾咨询过许多音乐专家，但没人能认出来。郑赫此刻的表情非常震惊，他说自己在瑞士时偶然听到这首曲子，觉得特别好听，于是就把它记下来。那是在一个美丽的湖边，郑赫坐在钢琴前弹起了这首曲子。原来这是他为哥哥创作的曲子。当得知哥哥去世的消息，他在离开瑞士的路上，在那个湖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弹奏，这肯定是一种特殊的缘分让他们相遇。军部长和赵卡车一起来到郑赫家，准备搜查。赵卡车拿出了保卫司令部的紧急搜查令以及协助的公文，开始检查每一个角落，但什么也没有找到。父亲看了看手表，时间快到了，于是停止了搜查，声称前线有逃兵出现，立刻发起紧急交防。郑赫是负责交防的中队长，应该在前线指挥。五中队突然被命令紧急交防，本应明年春天才调整部署，原来是郑赫请求大佐让五中队也参与紧急交防，大家都不明所以，但最终得知郑赫想带着势力一起前往前线，这就是他申请调动的原因。他打算带着势力沿原路返回，没有人比五中队更熟悉那里的情况，而且这里完全是他们的领地，可以说是他们的主场。一切就绪，开始出发。五中队带着势力历尽艰难，到达了一个村庄，他们决定短暂停留，天黑之后再送势力离开。势力嘱咐他们要注意安全，记得好好吃饭，保持健康，好好生活。即将告别，大家都感到非常难过。夜晚，郑赫独自送势力，他告诉势力要回归日常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郑赫对势力说，他会做自己喜欢的事，但希望他不再感到孤单，不要再想着一个人去美丽的地方悄悄消失。他们到达了一条小溪，乘木船前进，途经秘鲁。郑赫为了多陪势力一会，故意绕路前行。郑赫的夜视能力非常好，而且路痴不是他的风格，所以他们不会迷路。最终到达军事边界，势力邀请郑赫一起过去，但郑赫不能越界一步。势力含泪离开，痛苦地跨过边界。郑赫跟在后面也跨了过去，紧紧拉住势力，自我安慰说只迈一步应该没问题，然后稳定了势力的情绪。这一别可能意味着永别。你能想象自己参加自己葬礼的场景吗？这位女士穿着高跟鞋走进了葬礼现场，她立刻制止了工作人员，对选定的遗嘱表示不满。随后她拿起名单仔细查看，快速操作一番，她竟是韩国财阀的千金。此刻的势力就在自己的葬礼上。当她摘下墨镜，露出了真实的面容，所有人都震惊了。我们的女王终于回来了。势力为吓到大家而道歉。为庆祝自己的归来，从今天起1周，势力公司的所有产品半价出售。势力公司历史上从未有过打折，史无前例的大促销活动开始了。势力的二哥和二嫂正在开紧急理事会，讨论接班和重大决策。他们打算接管势力的公司，他们还不知道，此时的势力已经在赶往会场的路上。势力见到了洪组长，洪组长的手上马上起了红疹，这证明了他确实是势力。大家忍不住哭了起来。势力失踪期间，他们找得很辛苦，现在看到他平安无事，大家都非常开心。理事会开始举手表决，在二嫂的小恩小惠诱惑下，场内所有人都同意更换代表理事，没了老虎猴子就称王。这时势力及时出现，看到了大家的投票，他心情复杂至极，但他处理问题果断迅速，既施恩又施威地对待大家，迅速解散了理事会。虚伪的二嫂还想拥抱势力，却冷酷地推开了他，毫不迟疑地揭露了他的真面目。在朝鲜的郑赫吃不好睡不好，深受相思之苦，他一直在想念势力，回忆着他们曾经的对话。郑赫在回家路上遇见了前来找他的满福，满福长期进行窃听，知道许多秘密，因此和一个走私军资的少所长做了交易。
这才来到这里。满福从钱包里拿出一张纸条给郑和，原来他和郑和的哥哥穆贺是旧识，当年赵卡车用家人的命逼他，迫使他监听穆贺的生活。通过监听，他们发现穆贺已经知道赵卡车的罪行，盗取国家文化遗产和走私毒品。为了掩盖自己的行径，赵卡车还杀了他。穆贺将收集的证据保存在 U 盘中，一个自己保管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把利益隐藏在手表里。穆贺准备去平壤举报的那天，却意外死亡。满福被卷入了杀人事件。事发那天正好是满福的生日，穆贺给了他一个钱包作为生日礼物。满福感到非常抱歉，一直活在内疚之中。他希望赎罪，跪下向郑和道歉，并求郑和保护自己的家人。然后拿出了穆贺的手表，还有穆贺临死前的录音。原来势力准备把守，在给郑和送表的路上，李父突然绑架了他，手表掉了，正好被马夫的儿子捡到。势力回到了父亲的家，突然看到大嫂带着自己的首饰。原来在势力不在的时候，家里发生了很多事。这时候母亲刚好回家，势力问母亲是不是真的希望他回来。自己不在公司的股票都跌了，被很多人低价买走，其中买的最多的是二嫂，其次是母亲。那可是势力辛苦创立的公司，难道连这些母亲也要夺走吗？母亲想要解释，但势力没给他这个机会。全家人坐下来吃饭，母亲借口肠胃不舒服，真没出息。势力装作失忆，避开了所有问询，但他还记得自己出事之前，父亲已经指定他为继承人。势力回到了自己的家，感觉相当舒服，但心里一直在想着朝鲜的事。躺在叔叔的大床上，不知不觉中喊出了郑和的名字，思念像潮水般涌来，只好靠药物帮助入睡。郑和拿着手中的手表，打开了录音功能，听着哥哥的话语，痛哭流涕。哥哥的声音仿佛就在耳边，但他却再也不能回来了。郑和用工具拆开了手表，取出了里面的 U 盘，他用电脑查看了里面的犯罪资料，随后把资料传真给了父亲，并送到了朝鲜人民军的裁判所。在特殊情况下进行了一场特别裁判，由律师和检察官组成。郑和举报了赵卡车，揭露了赵卡车的罪行。赵卡车还试图辩解，郑和拿出他在工兵部队找到的证据，事故卡车上装载着高强度的特殊化工陶瓷材料。赵卡车的罪行最终被证实，判处数罪并罚，没收全部财产，剥夺公民权，被判无期徒刑，在一个与社会隔绝的地方被迫终身劳动。但郑和似乎遗漏了一些重要信息，他又重新开始仔细调查赵卡车的案件，确实发现了一些问题。与此同时，押送赵卡车的车辆在途中遭到袭击，赵卡车最终被解救。这一天，势力在办公室加班，加班后等待电梯，期间有人偷偷跟踪他，而他却毫无察觉。跟踪者一直尾随到地下停车场，正当他准备动手时，警卫出现，及时阻止了他。原来跟踪他的正是从朝鲜来的赵卡车。回到家的势力准备就寝，却辗转反侧，无法入睡，助眠药也已经吃完。于是他决定出门散步，他的脑海中满是对郑和的思念。天空飘起了雪花，突然势力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不可思议，正是他一直在想念的郑和。郑和一步一步向他走来，最终停在他面前。郑和找了他很久，因为势力没有留下详细地址，他是如何找到势力的国度的呢？你想象不到这个男人的坚韧有多强。他从一处狭窄，随时可能坍塌的矿洞里爬行了将近10公里，连续20几个小时不停地前行，最终从朝鲜逃到韩国。这一切都是为了救他心爱的女人，他就是我们故事的男主角郑和。不幸的是，他遗落的朝鲜徽章很快被一对夫妇发现，他们随即报了警。警方很快发现了他的秘密通道。势力问郑和为什么会出现在首尔，如果他能这么轻易地来到这里，那他为什么要在朝鲜待那么久？郑和解释说，他来这里不容易。他告诉势力，赵卡车也到了韩国，赵卡车的目标是势力，赵卡车不只要攻击势力，还打算利用他来对付郑和和他的家人。为了阻止这一切，郑和不得不冒险来到韩国。一旦抓到赵卡车，他就会立刻回去。听说郑和很快就要离开，势力感到有些失落，因为外面人多眼杂。势力起身离开之前，用围巾把郑和的脸裹得紧紧的，确保郑和不会被人发现。他满嘴胡言乱语，而天真的郑和竟然相信了势力。他用身体保护郑和前行，他难道不知道这样更显眼吗？势力把郑和带回了自己的家，他担心郑和饿了，打开冰箱准备找点吃的，结果冰箱里只有水。郑和讽刺他总是吹嘘自己很有钱，但家里连基本的食物都没有。势力尴尬地关上了冰箱门，他自己也没什么胃口。孩子们挑食，想起他在朝鲜时的吃相，郑和应该是持反对意见的。势力点了炸鸡外卖，他至今难以相信郑和竟然坐在他家里一起吃饭。郑和询问势力和家人的近况，势力撒谎说一切都好，不用担心。很快就要露馅了，
这时门铃突然响了，势力走近一看，竟是二哥和二嫂。他并不想开门，希望他们没反应就自己离开。二嫂知道势力不愿开门，还是自己输入密码进来。势力赶紧让郑赫藏起来，自己去门口拦住二哥和二嫂。可惜他们完全不自知，硬闯了进来，这让势力有些担心。他们知道势力消失期间去了哪里，他们开始威胁势力，说如果势力为了说服父亲做不必要的事，他们不会让势力好过。郑赫听后非常心痛，这是哥哥该说的话吗？这样对待自己的妹妹。他们拿出了势力在朝鲜的证据，势力这时才意识到真相，原来二哥早就知道他在朝鲜，却从未想过救他出来。他们似乎希望势力永远不要回来，甚至希望他已经死去。他们离开时，二嫂不经意间看到了郑赫的鞋子，郑赫走出来什么也没说，直接给了势力一个充满爱意的拥抱，这对他来说是最大的安慰。人生中永远不能忘记的人，不是那些讨厌的人，而是你所爱的人。如果心里总想着讨厌的人，内心只会感到痛苦和受伤，最终受损的只能是自己。郑赫的话语再次安抚了势力。第二天，势力立刻换上了指纹锁，还特意录入了郑赫的指纹。他们一起到了停车场，郑赫提前敲了敲车子，他解释说冬天开车前应该这么做，这样可以避免动物躲进发动机取暖。势力笑着说这里是地下停车场，这里不冷，不会有野生动物的。话音刚落，车底突然跑出一只野猫，势力被吓了一跳，表示以后冬天也会先敲一敲车子。一想到郑赫即将离开，势力就感到非常难过。势力带着郑赫在商场买了很多东西。离开商场时，好心的郑赫不断为路人开门，因为太帅被人偷偷拍了照。郑赫跟着势力进了办公大楼，碰到了洪组长。势力把郑赫介绍成保安，洪组长却漏了势力的短，说势力以前交过很多男朋友。电梯里，势力急忙向郑赫解释，休息时间，机灵的洪助理让郑赫帮忙，而赵卡车混进了保安队伍接近势力。郑赫在商场帮人开门，被偷拍的照片上了网。郑赫和势力正在讨论此事时，赵卡车在门外偷听。这时电话铃声突然响起，势力以为自己的手机响了，结果发现是郑赫的来电。对方告诉了他赵卡车的位置，晚上约了郑赫见面。临走前，势力在郑赫的手机上存下了自己的号码，还下载了一个共享位置的应用。郑赫赶到了约定的地点，结果一到就被一群人围攻，但他迅速将对方制服。势力走到电梯间，又巧遇了赵卡车，这次他有所警觉跟了出来。势力也像郑赫一样悄悄跟踪。突然他通过车窗玻璃看到车里有人，他机智的没发出任何声响就离开了。赵卡车下车时，势力赶紧狂奔，手机不慎掉落。势力偷偷躲进了停车场的管理室，赵卡车仍在四处寻找他。突然他发现了管理室，拔枪朝管理室走去。势力在室内看到了这一幕，急得不行。突然手机铃声大作，赵卡车停下来接电话，电话是郑赫打来的。赵卡车接电话并声称抓到了势力，郑赫急忙冲向停车场，赵卡车拿枪在暗处瞄准郑赫。势力见状赶紧切断电源，停车场顿时一片漆黑。他提醒郑赫不要上当，告诉他自己并未落在赵卡车手中，催促他快点逃走。此刻郑赫和赵卡车都在试图通过声音找到势力。紧张的势力被人抓住，有人用手捂住了他的嘴，最后是郑赫找到了他。幸好是郑赫找到的，不然后果真是难以想象。这个既美丽又帅气的女人，任何困难都难不倒她。首尔毕竟是她的地盘。只见她甩了甩头发，戴上了墨镜，带着2个小弟走出一种独特的步伐。行动开始了，她就是我们故事的女主角实力。势力走进了一间房间，房间里一群男人正在等她。势力已经联系了房产中介，买下了这里所有的房子，现在这些房子都是她的了。她拿出合同证明这一点。势力向他们询问1周前郑赫在这里打斗的事情，租客们不太合作。势力想要得到他们的情报，谁能提供关键线索，谁就可以免除以后的房租和管理费，只有1个名额。租客们开始动心了。势力拿出了赵卡车的照片，让他们寻找赵卡车的相关项目。赵卡车上次的行动失败了，他肯定不会就此罢休。势力决定主动出击，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赵卡车的问题。郑赫离开朝鲜后来到了韩国，李父立刻安排了 F5 团队来韩国寻找郑赫。5一头雾水的在寻找中，总是巧妙的与势力擦肩而过。在一家餐厅错过了与势力的相遇，在炸鸡店错过了郑赫的订餐电话，差点接到郑赫的订单。网吧里打游戏的银栋和郑赫差点决斗，郑赫竟然败了。气冲冲的他不打算就此罢休。就在这时，势力回到了家，正好遇见正要出门的郑赫。他说他要去见一个朋友。势力开始讲述，他刚收到一条游戏道具交易的信息。郑赫打算在问之前就离开，但被势力拦住了。势力走向电脑，发现郑赫正在玩游戏。
他原本打算出门见一个网友，郑赫解释说，他是去劝告那些用言语伤人的人。势力让他脱掉外套，然后他坐到电脑旁退出了游戏账号。他们错过了营动，气愤的郑赫无法离开家。势力把电脑设置成未成年模式，屏蔽了游戏和不良网站，还限制了上网时间。郑赫想反驳争取一下，但势力不给他这个机会。晚上他们一起喝着烧酒，没多久势力就醉了。郑赫说他不想走了，想留下来和势力在一起，提议结婚，然后要一个像势力的孩子。郑赫想重新开始一切，实现他的钢琴梦想。势力认为郑赫有能力，可以在艺术殿堂举办演奏会。他想了想，决定直接买下艺术殿堂。他们约定以后只在家喝酒，不让其他女人看到醉酒的郑赫，否则势力无法安心入睡。两人幼稚的拉钩盖章誓约，这样的约定让他们更加紧密。约定已经成立，现在正式生效了。今天势力的商场举行开业典礼，他已经很久没在这么多人前讲话了，显得特别紧张。旁边的郑赫在给他加油打气。首个环节是势力的开场舞，灯光下的势力既美丽又自信。这时候 F5 也来到了商场，他们为了找郑赫搞出了不少笑话。当他们灰溜溜地逃离商场时，恰好被郑赫看到摔倒的银动。由于匆忙离开，银动连鞋都没穿。蜘蛛担心他走路会受伤，便脱下自己的鞋子给他穿。银动自责的时候，郑赫拿着鞋子出现了，亲自帮银动穿上鞋。看到郑赫 F5 都开心极了，哭着抱成一团。势力开车来见到了 F5， 既惊讶又高兴，和他们紧紧拥抱。势力把他们带回了家，他们对家里的一切都很好奇，到处看看，处处摸摸。晚上大家一起吃烤肉，郑赫边烤肉边把烤好的肉夹到势力的碗里。不懂事的蜘蛛直接说了出来，郑赫这才意识到。这时候势力笑开了花，而郑赫有点尴尬。饭后满足告诉郑赫时间不多了，李父已经安排好他回国的事宜，正好被势力听到。第二天在公司开会时，他一直心神不宁，不断地查看手机。家里的人醒来后一起出了门，郑赫在关门前最后回头看了一眼，难道他们就这样离开了吗？母亲找到了势力，但他对母亲并不信任。记得小时候母亲带他去海边，找了个借口就离开了，之后再也没回来找过势力。他始终相信母亲会回来找他，最终在海边等到晕倒。这段经历给势力留下深刻的阴影。他对母亲说，以后生日那天不用来找我了。势力走到家门口，小心翼翼地开门，屋内一片漆黑。他大声呼唤郑赫，但没有人回应。他以为郑赫他们已经悄悄离开了，感到非常难过，坐在地上伤心地哭泣。突然间灯光亮了，郑赫和其他人出现在他面前，都戴着生日帽，手里拿着鲜花玩具和蛋糕，大家一起祝他生日快乐。但势力却哭得更厉害了，他站起来直接走出家门，郑赫立刻追了出去，留下5人面面相觑。郑赫为吓到势力而道歉，势力说自己只是害怕将来的生日都会回想起今天的美好。郑赫走过去抱住了他，声称以后的生日都会很美好，因为他会感谢势力的降生，感谢这个世界上有他爱的人。他们就这样紧紧拥抱着。今天是势力的生日，我为他唱了一首朝鲜生日歌，祝他生日快乐。然后势力引导大家闭上眼睛，让大家许一个心里的愿望，一起吹灭了生日蜡烛，许愿希望能够实现。这真是一个难忘的生日，有朋友的陪伴，势力感到非常幸福。睡前郑赫找到了势力，他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。郑赫有点担心他会不喜欢，显得有些紧张。势力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郑赫的手，竟然是一枚戒指。他是戴戒指时发现尺寸略大，只好暂时戴在大拇指上。郑赫不好意思地说那是他的戒指，原来是一对情侣戒，他们互相帮对方戴上戒指。势力大加赞赏，这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戒指，他发誓这辈子都不会取下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。为了不暴露郑赫他们的身份，势力亲自动手打扫卫生，是银动从未见过的场景。他对这一切感到十分好奇。他说韩国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东西，如果能带回去就好了。势力已经帮他们买了这些东西。突然势力似乎想到了什么，陷入了沉思，然后他拿出一张无限额的黑卡，告诉 S4 可以随便买他们想要的东西。势力看着他们的穿着，觉得确实应该更新换代了，尤其是蜘蛛，他的穿着实在是太有个性了。势力想在离前送他们一些礼物，让他们随便买，不用客气。势力的前男友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，洪组长看到后立刻把文章投到屏幕上。势力无奈地反驳说可能是别人写的，但一看文章确实是关于他的，毫无畏惧。洪组长还一直追问详情，还把势力的黑历史曝光了。势力赶紧关掉了电视，他急忙把洪组长他们送走。洪组长临走时还叫上郑赫，被势力拦下。洪组长一脸困惑，
办公室里终于只剩下他们2个人。郑赫显得有些嫉妒，势力觉得郑赫应该早点来，这样就不用那么久才能相遇。很快就哄好了郑赫，然后他们开始享受正常情侣的生活，一起看电影，开车一起出去玩。郑赫告诉势力，他以前翘课去郊外拍照，他看到一个女孩站在桥上，犹豫着要不要跳下去，那女孩正是他喜欢的类型。这话一出，势力顿时觉得很美。边说边想，势力突然想起那个女孩就是自己，他们究竟见过多少次？势力觉得这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。势力和郑赫走进了一家餐馆，这时候 F5 正激动地看足球赛，看到郑赫，5兴奋地跑过来拥抱他们，他俩迅速加入了 F5 的队伍。场面突然一转，他们的表情变得很严肃，原来他们在玩游戏，输了就得喝酒，这是常识，真是太嗨了。势力每天都在和他们道别，也许这不是最后一次，但得趁还能道别的时候提前说再见。时间不多了，他们已经准备好要离开，为了保密不让其他选手知道，他们准备了另外的车子。郑赫不打算和 F5 一起离开，他想先办完自己的事。满福把情报传给了赵卡车，二哥借口要见父亲，将势力骗出门，这一切都是他和赵卡车预谋的。当势力一出门，满福就把他的行踪告诉赵卡车，然后 F5 赶紧跟到了势力的车上。原来满福早就把赵卡车的威胁告诉了郑赫，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是郑赫的策略，他在等赵卡车上钩。赵卡车在势力必经的路上设伏，并安排几辆车跟踪他，强行将他逼停。一群手持武器的混混从车上下来，他们越来越接近势力。突然 F5 的成员从车上冲了下来，另一边郑赫赴约吴科长，没想到是个陷阱。郑赫一步一步走近，遇到了赵卡车，他们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。郑赫战斗力全开，但人多势众，他逐渐处于下风。吴科长匆忙逃出，一出门就碰到了 F5。这时势力找的租客也赶来了，他们加入了 F5 的行列，开始帮助郑和。他们的规模已经不逊色于赵卡车，很快就爆发了一场混战。赵卡车趁乱带着满族逃跑了，在外面等候的势力看到赵卡车冲了出来，郑赫也紧跟其后，他非常担忧。赵卡车正举枪瞄准郑赫，势力开车挡下了子弹，时间仿佛静止了。郑赫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。当郑赫打开车门时，势力慢慢倒在他的怀里，衣服上满是血迹。此刻他宛如一个睡美人，郑赫紧紧抱着他，绝望的哭泣。这个男人孤单一人在医院询问，双手满是血迹，目光始终向前。他就是我们的男主角。郑赫急忙将受伤的势力送往医院救治，势力的生死现在还是未知数，情况非常严峻。郑赫曾在失去哥哥后心如刀绞，他下了决心，以后的生活不要再有让自己太在意的人，或许无心无肺才能活得轻松。直到遇到意外闯入他生活的势力，他的心里又有了爱。现在他只想要和势力在一起的生活，他迫切地憧憬着未来。他在祈祷势力能活下来。势力的家人已经赶到医院，郑赫只能在外面遥遥望着，在医院楼下焦虑地等待着势力的消息。3天过去了，势力还没有醒来，他们泪流满面，心碎不已。因为势力受伤，他们错过了返回国内的机会。郑赫一直守在势力的病房外，大嫂和二嫂看到后，向洪组长询问郑赫的详情，还要求洪组长发送郑赫的简历。二嫂，你还是做人吧，这种时候还想利用洪组长，但是直接受命于势力的人，并没有向他们让步。警察询问郑赫事故的经过，首尔市中心的枪击事件实在是非常罕见，他们让郑赫出示身份证，郑赫递上了他的证件，原来他过去也是正义的使者。郑赫建议警察调查附近的非法医疗设施，赵卡车也受了枪伤，他无法在普通医院接受治疗，可能去了附近的诊所。警察显然没有想到这一点，错过了抓捕的最佳时机。二哥和二嫂又来找麻烦，趁势力还未醒来，借机解雇了郑赫，把所有的人都换成了自己的人。洪组长也很无奈，郑赫只好在医院楼下等待。在医院里势力的病房内，2位哥哥还在争论更换警卫的事，争吵不停。突然势力的手微微动了一下，不久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，看着面前的凡人，霸气的势力直接把他们赶走，然后立刻给郑赫打电话，用虚弱的声音表达他的思念。郑赫立刻飞奔到病房，看到刚刚醒来的势力，他心里真的很难过。势力伸出了双手，郑赫走过去紧紧抱住了他，向他深情告白。他担心自己没有机会说出心里话。就在这时候，武聪匆忙跑进了病房，看到他们正在拥抱，不想去打扰他们，轻轻地把门关上。势力突然看到门外的 F5， 招呼他们进来。几个人走了进来，本来想去拥抱势力，却被郑赫以伤势为由拦住，改为握手问候。郑赫还没来得及告诉 F5， 他们怎么知道势力醒了呢？原来是因为担心势力的安全，
曾经假扮成清洁工进入病房，偷偷安装了窃听设备。武就在楼下一直监听着视力的情况，所以没有人告诉他们，他们也知道了。他们了解到了视力的状况，满腹将录音记录给了视力，告诉他里面有些东西他必须听。视力听到录音里母亲的忏悔，记得小时候母亲带他去海边，是因为他不想继续活下去。事后他又回去找视力，但那时视力已经消失了。母亲非常真诚地向他道歉，视力的心结终于得以解开，在病房里大声哭泣。等视力情绪稳定后，郑赫才进入病房。视力说伤痕太多，以后不能穿比基尼了。郑赫立刻掀起自己的衣服，让视力看看自己身上的伤痕，简直就是一场比惨大会。郑赫还假装自己脸上也有伤。视力仔细看着的时2161，当视力仔细查看时，郑赫趁他不注意亲了他。两人正深情对望，武突然走了进来，看到郑赫衣冠不整，气氛有些尴尬，两人似乎无法解释清楚。视力醒来准备起身，却被郑赫阻止了。他提醒他不要突然站起来。武立刻停下手中的工作，大家都盯着他们看。郑赫请视力握住他的手，慢慢起来，同时提醒他要注意安全。又是一轮甜蜜的秀恩爱。受伤的视力什么都不用自己做，只需一个召唤，郑赫就会立即替他做好一切。郑赫的世界里只有视力，其他人对他来说都是透明的。二哥想要见视力，却被郑赫拦在了门外。二哥很生气，决定教训郑赫，结果很快被郑赫制服。二哥灰溜溜地离开了。父亲带警察来找视力，他们怀疑枪击事件的凶手是朝鲜人，询问视力是否知道些什么。视力召集家人一起，拿出了一份录音，录音中有二哥与二嫂谋害他的证据。知道真相后，所有人都震惊无比。父亲立即解除了二哥的职务，准备召开理事会更换代表，彻底断绝了与二哥的关系。失望的母亲站起来给了二哥一个耳光，他感到非常失望。警察离开时与郑赫擦肩而过，郑赫似乎察觉到了什么。郑赫让 F5 保护视力，病房里不能离开。如果我没能及时回来，一定要让 F5 回到朝鲜。郑赫离开了医院。由于被二嫂告发，警察已经开始注意郑赫了。郑赫通过关系联寄到了赵卡车，他把所有的都堵上了。你能想象现在的局势有多紧张吗？屋内的两个男人已经被警察重重围困，警察命令他们放下武器，狙击手也已经就位，任何小动作都可能导致他们被射杀。赵卡车冒险站出来，他抽出枪想要射杀郑赫，但郑赫敏捷地躲开了。与此同时，屋外的狙击手开火了，赵卡车瞬间被打成筛子，满身是洞。郑赫在地上翻滚以躲避子弹。临死前，赵卡车还想给郑赫一点压力，他把郑赫和视力的信息发回了朝鲜。如果郑赫回去，他的父母会被牵连进来，他想拉着郑赫一起死。赵卡车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这时候的郑赫也是伤心极了，心情极其复杂。为了不连累家人，他想结束自己的生命，但被及时赶到的警察阻止了。受伤的视力在等待郑赫回来，他尝试给他打电话，但手机关机了。外面雷声闪电雨越下越大，视力有点担心。警察来到了病房，他们把光范瑜带走进行调查。临走前，他们还安慰了视力，告诉他自己不会有事，让他留在医院，不要跟过去。但是视力怎能坐视不理，眼看他们被带走，立刻把手上的针管拔了出来，艰难地走出了病房。在走廊里，蜘蛛和其他两人也被警察发现了，他们立刻选择了逃跑。蜘蛛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，他打算引开警察，为朱墨和银洞创造逃跑的机会。蜘蛛一走出来就碰到了警察，惊慌失措，他跑进了一条死胡同。警察并没有紧追，而是等着他自己跳入网中。最终 F5 全部被捕。这时伤势严重的视力也来到了大厅，他想去警局解释一切。无情的二哥和二嫂在楼上冷漠地看着这一幕，幸好他们的母亲及时拉住了视力。这场混乱使得视力的伤势更加严重。另一边，郑赫也被警察带走了，这是在韩国国情院。武换好衣服后，接受了一系列体检，最后被带进了一个房间。警务人员给蜘蛛装上了测谎器，他以为自己要被逼供，非常紧张，但表面上装作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，结果立刻被识破。大哥和大嫂来到了病房，询问视力有关郑赫是间谍的事，并向视力说明无耻的二哥和二嫂又在算计视力。当一个人的丑事暴露时，任谁都会羞愧到抬不起头，但他们却像无事人一样，还试图洗脱教唆杀人或绑架的指控，想把自己塑造成反间谍的爱国者，还打算把程俊抓回来与视力对峙。警方开始调查郑赫在韩国的所有活动，根据最新分析，通过郑赫的手机定位追踪到了他的行踪。监控视频显示他一直在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他并没有做出任何坏事，这让长官气得大发雷霆。难道我们在选什么善行奖候选人吗？还是在找模范市民？竟然拿这种视频来分析。郑赫独自一人望着窗外。不久后，警察进入房间，
开始正式对他进行盘问，询问他非法入境韩国的原因。郑赫表现得非常冷静，为了保护自己的父母和势力，以及那些帮助过他的人，他准备独自承担所有责任。郑赫解释说，势力是韩国的大财阀，非常富有，此行的目的是拉拢他，然后带他回朝鲜。他的部下与此事无关，他们本来是来参加世界军人运动会的，因为郑赫需要帮助，所以强行带走势力，因此把他们也牵扯进来，使得他们无法按时回国。当势力得知真相，他立刻为郑赫辩解，声称是自己主动藏匿郑赫，并承诺要安全送郑赫回国。两人的说法完全相反，警察也不确定该信谁，因此决定让他们面对面对质。为了让势力死心，郑赫说出了许多违心的话。他知道势力的不凡身份，因此利用了势力，并强调自己来韩国的目的不是为了保护他，而是为了给哥哥报仇。伤心欲绝的势力站起身离开，但他已经身心俱疲，终于承受不住这巨大的打击。当听说势力晕倒时，郑赫立刻急忙跑出去找他，但还是来晚了，只能看到他们离去的背影。郑赫泪流满面，势力紧急送往医院抢救。不幸的是，他患上了败血症，这是一种死亡率高达40%的恐怖疾病，能否治愈尚不确定，连医生也无法确定。警察恢复了赵卡车的电脑邮件数据，把他们拿给郑赫看。赵卡车明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，仍然对郑赫开枪，因为他已经无路可退，不能回朝鲜，在韩国也无法生存。郑赫陷入沉思，但他首先询问的是势力的状况。警察告诉了他真相，此刻的势力再次面临生命危机，他已经完全失去意识。势力做了一个梦，梦回到遇见龙卷风的前一天，梦中他知道即将发生的一切，知道最终的结局，但为了再次遇见郑赫，他选择毫不犹豫地重走这条路。即使能够时光倒流，势力还是会选择再次遇见郑赫。接到势力病危的消息后，郑赫急忙赶往医院，看着在抢救室的势力，他非常痛心。如果能时光倒流，郑赫宁愿不遇见势力，这样他就能永远安全无忧。此刻一辆大巴在公路上行驶，几辆警车开道，周围还有几辆小车护送着前行。车里坐的是什么重要人物呢？李父得知郑赫他们在韩国被当作间谍抓起来了，而朝鲜这边也抓了几个韩国间谍，于是决定进行人员交换。但军事部长觉得李父这是在掩饰自己儿子被女人害死的事，认为这是背叛了朝鲜，感觉这是一场亏本的交易。李父用掌握的军事部长与朝鲜逃犯赵卡车的联系证据，迫使他同意了遣返，但遣返的地点和整个过程都要由党的军事部独立指挥。最后韩国和朝鲜双方达成了遣返协议，这样郑赫和 F5才能安心坐上返回国内的车。他们此刻正在庆幸势力终于脱离了危险，他已经清醒过来，这次之后估计他们就不能再联系了。大家心里都有点难过。护送的车辆依然在前行，另一方面母亲来到了病房，告诉他关于立刻遣返郑赫他们的决定。势力以为是郑赫说出了真相，他们才有机会返回。回想起郑赫以前说的话，势力决定不去送行，他不想让郑赫知道自己生病了。母亲告诉势力，郑赫早就知道了。在这几天势力昏迷期间，郑赫一直在旁边没吃没睡，直到势力醒来，他才悄悄地躲到一旁，确认他没事，才依依不舍地跟着警察离开。一知道真相，他就泪流满面。他决定亲自去送郑赫，他想去见他的母亲，决定开车带着实力一起去。出发前催他快点，想让他能和郑赫最后见一面，做一个最后的道别。心一路上狂飙，只为了快点到达。不久，护送郑赫的车队已经抵达南北出入境管理站，过了那条线就是朝鲜了。郑赫他们下了车，天上的大雁好像也在送行。这时朝鲜的遣送车辆也到了，双方人马浩浩荡荡地站在分界线上，约定时间还有5分钟。警官原本想帮郑赫争取和势力见一面的机会，但朝鲜方面没同意。势力能及时赶到吗？这是在朝鲜和韩国的军事边界线上，两国正在交换遣返人员，陆续过了边界线。郑赫显得有点犹豫，最后还是决然跨过去了。这时势力和他妈妈急匆匆地赶到，听到车声，郑赫回头看见势力从车上跑下来，朝鲜方面准备对郑赫采取行动。势力不解为何要这样对待他们，他急忙跑向郑赫，看到他奔跑，郑赫非常焦急，他的伤还没好，这样跑对伤口恢复不好。郑赫挣脱开，然后跨过边界线向势力跑去。现在局势很紧张，但郑赫和势力的眼里已经容不下其他人，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，相互追逐的爱情真的太美了。势力很担心郑赫被带走会出什么事，他不允许他离开。郑赫保证自己不会有事，并向势力为之前的苛刻话语道歉。他们彼此表达了爱意，但郑赫最终还是被强行带走了。离开前 ，F5的成员也向势力道别，
势力无力地看着他们离开，心痛得无法自已。一辆车来接郑赫和 F5回国，他们被带到了一个荒凉的地方。军事部长也出现在现场，他们本应直奔平壤，为何车子会在这里停下呢？看起来军事部长打算在这里秘密处决他们。就在准备行刑时，满福冲上前保护郑赫，郑赫不想让满福为自己牺牲，迅速把他拉到自己身后。突然枪声大作，军事部的人员突然被包围，李富拿枪英勇登场。李富强调说，不能让郑赫他们在未经调查审判的情况下就被执行，那样可能误伤无辜，但如果看到有人想杀他，那就不讲无辜了。李富向前走去，军事部长落败，他往后退，突然掏枪想射杀李富，但反应慢了一步，被李富击毙。郑赫震惊地看着他的父亲，在家的李母听到外面动静，急忙抓起桌上的药，幸亏郑赫和他父亲及时回来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李母高兴地抱住了郑赫，终于全家人都团聚了。智利一出院，就直接赶到了爸爸家，他已经接受了国情院的调查，现在面临起诉，因为违反了国家保安法的一项罪名，但有可能会考虑缓刑，或者使用法律上的特殊手段。爸爸会找律师为他辩护。不久，吴科长被警察带走了，牵涉长通过某种手段把他们的交易合同化记录公布给了公众。吴科长是受了二哥和二嫂的指使，他们涉嫌教唆谋杀和绑架，还为罪犯提供了便利，现在被警察带走调查。如果罪名成立，他们可能面临10年以下的监禁。他们变成了父亲抛弃的孩子。你们有听说过这种服务吗？竟然可以提前预定。势力准备睡觉时收到1年的手机短信，竟然是郑赫发来的，真是太神奇了。从那以后，势力经常收到郑赫的各种短信，查看他的短信成了势力的精神支柱。早上会提醒他不要空腹，开车时提醒他要小心。每当想念对方时，他们就会对着天空问候。在芒种日那天，郑赫送给势力一盆花，叮嘱他好好照料，花开了就能知道是什么花。势力每天都细心照顾这盆花，给他浇水晒太阳，每天对他说10句好话，一句也不能少。势力送给郑赫的西红柿苗已经结出了果实。工作之余，势力总会抽时间做做体操，他怕自己难过，郑赫也会难过，所以他总是努力笑，努力去感恩，努力过着幸福的生活。在势力的生日那天，他收到了郑赫发来的祝福短信，短信里说这是他最后一次发消息。郑赫送的雪绒花开了，他们约好在雪绒花盛开的国家见面，但具体时间没定，就这样各自按自己的时间安排，听任命运的安排。村里的大婶和 F5在郑赫家里聚会。郑赫退伍后准备去国立交响乐团当钢琴师，蜘蛛被提升为新任中队长，但大婶们似乎对他不太满意。到了晚上，郑赫独自一人悄悄地离开了，他大概是不喜欢告别。自从势力的二哥二嫂被捕后，势力家变得其乐融融，和家人的关系也有所缓和。1年后，势力来到了瑞士，他独自一人在街头漫步，来到了和郑赫初次相遇的湖畔，但他没有见到郑赫。势力每年都会来瑞士一次，并且每次都会发一则新闻广告，这是他给郑赫的信号，但他不确定他是否看到了新闻，也不能确定他能否来瑞士。每次都是失望而归，但他仍旧坚持等待郑赫，只有这样他才能继续生活下去。他坚信无论身在何处，郑赫总能找到他，他们终将有一天会相遇。看着这样的势力，母亲始终很支持他。雪绒花代表珍贵的回忆，但势力不能只将郑赫当作回忆，如果今年见不到，就明年后年，直到能见面为止。他将一直祈祷。这一天，势力再次来到瑞士，滑伞一直很顺利，但最后的降落有些问题，他被滑伞带缠住了。势力自言自语，忽然响起了一个男性的声音。迟钝的他终于意识到眼前的郑赫，不敢相信的他立刻冲过去拥抱郑赫，他们相互倾诉彼此的思念，然后在这美丽的风景中尽情享受彼此的陪伴。这是在朝鲜平壤的机场，眼前的女士是平壤一家高端百货公司总裁的独生女，她叫徐丹刚，从国外留学归来。在机场出口时，徐丹不小心撞到了一个男人，那位男士非常绅士地让道。这个男人名叫程俊，是一位英籍商人，因为诈骗势力的二哥1,000,000亿韩元，他为了躲避追捕逃到了朝鲜。有时缘分真的很奇妙，两个毫不相干的人就这样遇见了。在朝鲜，如果不把雨刮器卸下来，你永远不知道他们会什么时候被偷走。初来乍到的程俊，他刚到朝鲜就遭遇了倒霉事。程俊真是太倒霉了，现在他们的车以每小时10码的速度雨中前行，司机还安慰他不用担心，说自己驾驶技术很好。那天徐丹打车去找郑赫，没想到车子半路就坏了，只好停下来，车再也启动不了，司机竟然丢下车逃跑了，徐丹一个人留在车里。真是巧，程俊恰好开车路过，他看到车里的徐丹，就决定顺路带他。几天后，程俊被人抓了，
被困在酒店的天台上。徐丹没想到在天台又遇到了他，他们聊得很开心，最后互换了名片，这算是正式认识了。郑赫受伤住院那会儿，程俊联系不上市里的朋友，于是就在郑赫家门口等，正好遇到也来找郑赫的徐丹。他对着镜子整理头发，程俊突然出现，说徐丹散着头发更好看。尴尬的徐丹装作没听懂，顺手就把镜子收起来了。天气冷，程俊邀请他一起去。车上无聊的徐丹玩起了游戏，程俊看得很好奇，想借来玩一下，却被徐丹拒绝了，让他自己去平壤的应用市场买。程俊觉得很不可思议，手机软件还得去市场买。程俊讽刺他未婚夫不接电话也不在家，他却一点也不担心，还能在这种时候专心玩游戏。徐丹在一家酒吧，程俊来找他，程俊因为一些事被保卫部伤了，现在去不了招待所，只能留在酒店里。他赶紧给徐丹解释清楚，但徐丹现在没心情听这些，他心情很糟，边喝酒边试图忘掉烦恼，开始讲他和未婚夫的故事。他们是同校的，未婚夫在学校里很有名气，徐丹第一眼见到他就迷上了。从那以后，无论走到哪里，他的眼里只有未婚夫。两家人还订了婚约，徐丹带着满心的期待，飞去瑞士找留学的他，可未婚夫却装作不认识他，这让他感到失望。他先认识了未婚夫，先爱上了他，却输给了一个才认识几天的女人。程俊这么说，徐丹这么有魅力的女人，居然还有人不喜欢，她正是他喜欢的类型，足以让他心动。也许爱情已经悄悄萌芽。徐丹的气场很强，身高2.8米，明显不是好惹的，连小狗见了都吓得尿了。他就是徐丹。今天他们要去参加同学聚会，那3位同学都不简单，原本想看徐丹出丑，结果反被他对得哑口无言。外面开始下雨了，同学们看到外面优雅的程俊来接徐丹，都感到非常吃惊。徐丹故意让同学们看到，他想证明自己不是非郑赫不可，因为程俊没地方去，徐丹就带他到了自己的心里。程俊竟然是第一个进入这里的男人。程俊打开行李箱，里面全是泡面，他请徐丹一起吃泡面，徐丹爽快地答应了。这是程俊第一次和一个女生单独吃泡面，他非常开心。徐丹说，他之所以答应是因为他很喜欢，但他并没有说清楚喜欢什么。这句话让程俊整晚都没睡，徐丹也没接他的电话，他一直等到天亮。正当他想要放弃时，徐丹终于打来电话，程俊急忙接电话。夜里，徐丹接到程俊的电话，他说自己感觉不太好，又因为停电无法充电，说着说着就挂了。徐丹重新躺下，但还是挺担心程俊的。他从冰箱里拿了点吃的，偷偷地走出家门，打开程俊的门，发现他躺在地上非常虚弱，原来他生病了。不会做饭的徐丹给他熬粥，结果放了一袋盐，这粥简直就是灾难。熬好后，他把粥给程俊，虽然味道超咸，但他还是津津有味地喝了。程俊的过去充满了悲伤，他们家最后一起吃的是咸粥，父亲被信任的人背叛了，公司也被人夺走，之后全家移民英国。最不习惯的是当地的饮食。一天晚上，他们在白粥里加了点盐，意外地发现非常好吃。不久后，他的父亲去世了，母亲再婚后，程俊就去了寄宿学校。他骗取势力二哥的财产是为了复仇，但他并未因此感到快乐。徐丹情绪复杂，从抽屉里拿出酒来，大口地喝了起来。第二天，徐丹的妈妈来了新家，一进门就看到了程俊，吃了一惊。徐丹喝多了，现在还在睡。程俊哄骗丈母娘的本领真不小，总是装傻充愣，吃饭时总有些不可缺的仪式。程俊点燃了蜡烛，对徐丹母亲的问题答得滴水不漏。他坦白自己暗恋徐丹，村里的大婶们以为程俊是个大官，都想着他是未来的亲家，希望能找他帮忙。程俊刚洗完澡，衣服还没整理好，突然听到敲门声，他决定不开门，并且反锁了门。恰好徐丹来访，他就顺手开了门。程俊来不及躲藏，突然站在众人面前，感到非常尴尬。程俊向徐丹坦白，他未婚夫为了别的女人跑去了韩国，这让他有些自责。于是他给徐丹发了条信息，约他出来见面。本来准备睡觉的徐丹，还是担心程俊可能会有危险，便精心打扮后去见程俊。见面后，徐丹狠狠地给了程俊一拳，责备他胡说八道。但程俊觉得这样的徐丹特别迷人，非常有魅力，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他的喜欢。霸气的徐丹抓住了他的衣领，稳稳地控制了局面。世上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对人性的考验，你会为爱人付出到什么程度呢？是选择自救，还是冒险救爱人？此刻程俊正面临这样的抉择，经过深思熟虑，他决定放弃逃生去救徐丹。在一个风高夜黑的晚上，一辆小车在林间小路上缓缓行驶，被绑的程俊就在这辆车上。牵涉长因为他话多，用胶带封住了他的嘴。他们一行人在旅店里休息，
趁其他人熟睡，千社长最终决定释放程俊。他割断了程俊手上的绳索，撕开了封在程俊嘴上的胶带，反过来封住了自己的嘴，制造了一种自己被绑的假象。当徐丹回到家，发现家里一片狼藉，打电话给程俊却联系不上。徐丹极为担心他的安全，为了躲避追捕，程俊躲到了郑赫家里。不久，得知消息的徐丹也赶到了郑赫家。程俊这次被追杀，全是因为帮助了郑赫。他原本打算在朝鲜躲上10年再回来，但还是被人发现了，所以他买了明天回欧洲的机票。其实程俊是希望徐丹能留下他。当徐丹站起准备离开的时候，程俊紧握他的手，单膝跪下，把之前赎回的钻戒戴在徐丹手上。他向徐丹表达了歉意，这是之前送给势力的那枚戒指，还是徐丹当初帮忙选的。程俊承诺他会以全新的面貌回来找他，如果到那时徐丹还单身，就请给自己一个机会。说罢，他站起来紧紧拥抱徐丹，并向他表白。第二天，徐丹把程俊送到了机场，程俊和他简短的告别，还没来得及说完，徐丹就走了。在车上的徐丹凝视着手上的戒指，悲伤的哭了起来。他没注意到自己被人跟踪。程俊正准备去机场登机，突然接到徐丹被绑架的电话，对方只给了他1个小时，如果他不能按时赶到，徐丹的生命可能就不保了。突然传来几声枪响，程俊手持枪支出现了，立刻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枪战。在救援徐丹的过程中，程俊被坏人击中，但他拼尽全力将坏人击毙。徐丹看到受伤的程俊，悲痛万分，急忙跑向他。如果只能有一个人活下来，程俊希望那个人是徐丹。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，徐丹祈求程俊不要昏过去。程俊摘下氧气罩，他想听到最后一个回答。原来徐丹早就喜欢上了他。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，程俊慢慢闭上了眼睛。徐丹彻底崩溃，他再也叫不醒程俊。徐丹经历了一段极度悲伤的日子，饱受煎熬。经过深思熟虑，他决定为程俊复仇。徐丹找到了千社长，在严刑逼供下找到了势力二哥的犯罪证据。他通过特殊渠道把证据发给了势力，最终把二哥绳之以法。徐丹重走他和程俊曾经走过的路，他们本来约好等花开时再来，现在只有徐丹一人孤单的走着。他非常思念程俊，心痛的几乎无法呼吸。经过很长时间，徐丹终于重新振作起来，独自走在街头。他决定带着程俊的希望，积极的面对未来的生活。